怎么讲？那今天就是我们中文区第一堂大师课后，不过我不是大师啊，我就是个被推出来讲话的。然后我讲话有时候会比较快，我会尽量讲慢一点。如果我讲的太快，然后你们听不太懂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我会再重新讲一遍。我会不自觉讲太快，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题定的是如何控制 AI。那实际上呢，这个问题是应该这样说，这个问题完整的句子应该是如何找到更好的方式去控制 AI，达成我想要的结果。那这是每一个应该说每一个使用 AI 工具，任何 AI 工具的人都会围绕这个问题，在想要去找到答案嘛。那在 AI 算图的这个方面、这个领域上，我会把这句话换成是如何干涉杂讯。那首先就要讲一下杂讯是什么，这可能是我们一般在单纯使用者比较一开始不会去考虑到的事情。然后杂讯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类型的AI 算图工具，包含我们现在这个 Leonardo AI，然后还有一般比较常听到的什么 Midjourney 啊、Stable Diffusion 啊，然后 DALL-E 啊，这些他们都是基于一个算模型吧，叫做 Diffusion Model 来去做开发的应用。那 Diffusion Model 这个东西的基本概念就跟杂讯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这个杂讯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要从原理开始讲，那它会有一点点，可能会有一点枯燥，但是这个概念有了之后，对你接下来在研究上面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我大概会讲个大概10分钟左右。那 diffusion model 它是怎么产生？就是这个计算逻辑它是怎么产生图片呢？它是从一张完全的杂讯里面，然后以像素为单位，逐步去剔除杂讯，然后留下 AI 认为它应该要留下来的东西在画面上，然后最终它就会是你的成品，就是你生成出来的这个图片。我有一张比较应该算是可以，我有一张图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简易的解说，说diffusion model 它是怎么样把图片生产出来的。最开始它就是完全是杂讯，然后它一步剔一点，一步剔一点，最后去留下的图片就是它生成出来的内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AI 要怎么去判断哪些是要被踢掉的杂讯，哪些是要被剪掉的杂讯，哪一些是要留下来变成是我们图片的？这个他是怎么去做判断的这件事情，是基于他受到的那个训练，就是他在训练中学习到的资料跟他接受到的那些干涉去判断他到底要踢哪些跟留哪些。所以训练是很重要的，就对 AI 算图的模型来说，训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后续你干涉的那个手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使用者方面能够做到的就是去理解我们要如何去干涉这个杂讯，因为它最开始就是一张杂讯，跟它中间剔除的东西也都是杂讯。只要我们可以干涉这些东西的话，那出来的成品就会尽可能的接近我们的要求。那它是怎么被训练的？其实呢，给你们看一下，换一个画面。那 diffusion model 它的训练过程，其实就是应该说它的生成过程，其实就是它训练过程的反向运作。它在训练的时候是，我先丢一张图片，假设是这一张，这张是在 Leo 里面生成的一张图片，假设是这张图片，然后我丢进去之后呢，等我一下。我这个加杂讯加的比较多，它实际上不会一次加到这么多，但是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丢进去之后呢，
它会一步一步的去加杂讯，一步一步的去加，然后到最后它会变成一张从我们原本的干净清晰的图片，加到最后会变成完全是杂讯，可以看得出来嘛？就是现在我加到这边，我还看得出来原本那张图片的一个大概的轮廓，我看得出来图片轮廓，可是细节都看不到了。在逐步增加杂讯的过程中，它的细节会慢慢的消失，它会先从细节开始消失，然后到最后连轮廓都会消失。我试试看，再多加一点，尽量让它变成是完全的，像这样子，基本上你应该也看不出来它原本的轮廓，甚至连轮廓都不见了。这个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就是这是我在训练的最后一步，就是它要变成全然杂讯。然后当你在生成的时候，它就是一步一步从这样子全然的杂讯，然后开始去剃杂讯，然后开始轮廓出来了。然后细节开始出来，开始看得出来衣服跟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这些东西是这样，它的生成过程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哪一些东西要留下来？它要怎么样去留？它的那个呃，它的思考方式，它是以像素为单位的，像素为单位就是大概像这样。全然的有眼睛可能会有一点痛哦。全然杂讯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它一步一步去剔，去思考说，我在这几个像素，每个像素里面，我要留下来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最终变成这样，这就是他留下来的东西，以每一格的像素作为思考的方式。哎，不好意思，那个真的是会看起来有点痛哦。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中呢，除了这是他学习的方式嘛，那他在生成的过程中，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干涉，它就是你喂进去的那个图片，然后再把那个图片反推出来，基本上会是几乎一样的一张图片。那你在干涉的时候呢，你使用的干涉手段就是在告诉他说，我现在要你就是学会了这些东西之后，用这个方式反推出来，但是要照我要的要求去反推出来。再简单一点，我再简单一点举例来说的话，嗯，哦，再简单一点举例来说的话，就是你教他，就是你把 AI 当成假设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然后你教他从零加一，那个杂讯就是加一加一，一直加到100，然后你希望他学会了零加到100之后呢，可以自己做到反过来100减一减一减到最后是零。但我不希望他减到最后是-1或是-100，我希望他最后还可以减到零，那就表示说他学会了这个实际上计算的过程。基本上，AI 算图它就是这个原理，没了，就这样。它的原理就所有的步骤，所有你的功能，基本上它的原理都是根据这个东西在做思考的。然后，我们以前中文区常有一句开玩笑的话，就 AI 生图上的抽卡嘛。那你如果把 AI 生图当成是一个卡池的话，你干涉手段不够，或者是你对这些基本原理不够理解的时候，它就比较像是你在一个N 卡池里面想要捞出一张甚至都没有保底的 SSR。但是当你可以去运用这些干涉手段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于是在SSR 几率提升的限定卡池里面去抽卡，然后它既省钱又省时间，你还会比较快乐，你也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那所以说回来，就是那干涉手段是什么？干涉手段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平常在使用的这些指令跟功能。我们再换一个画面，等我一下。
我讲的有很快吗？你们还有听懂吗？因为实际上它就是这么短的一些东西而已。还 OK，还 OK，好，好，那就是现在我们要来讲，就是你干涉的手段实际上有哪些？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界面上看到的这些功能，包含不是从 prompt 开始，是从你的 dimension 开始，就是你画布的大小，你的 dimension，你的那个 guidance scale 的 prompt，然后包含你的那个，如果你有放图片，你 image to image control it，然后 see 的这些东西，跟你的那个 scheduler 也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sampler，就采样器。这些东西都属于控制手段，但是你要知道原理之后，你再使用控制手段，然后你才是实际上呃真的有在指向性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是我会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对这些东西的使用方式。理论的部分已经讲完了，首先是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我那个 image dimensions，就是画布大小。因为刚刚前面有看到，我前面放一张 PPT 嘛，它在生成图片的时候，首先出来的那张杂讯，全然杂讯，什么都还没有加入的那个最开始的第零步骤的那个杂讯呢，它就已经有大小了。那个大小就是你设的这个 dimensions，因为你的画布大小在你设定完，然后按下去 generate 开始之后，它是不会在中间改变的嘛？你中间改变都是这个图面上的内容，但是你的那个画布大小从头至尾它就是那样，包含你最开始生成杂讯的时候，就是依靠你设定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大小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自己用的话，以前以前刚开始摸还不太懂的时候呢，我会尽量的去把它的大小设成一臂最大，我就一个代币，我可以设多大我就把它设多大。比方说，你看像现在这样子的话，看一下，这样2个币嘛，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是扣一币，我768乘1088，我通常会这样子去看，就是怎么样去把它调到我一个币可以扣到最大的，然后算出来的东西呢，爆炸的几率也蛮高的。但我现在已经不会这样用了。你我现在是会看这个，你在选模型这个地方啊，你不管选什么模型，它这边都会出现一组数字吧？这个大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模型它训练的时候的训练大小。就像我们呃 Leo 它的那个自定模型啊，它是不是会跟你讲说，你可以用最好是用512乘512的图片，全部都是切成一样大小的嘛？那这个上面就是像比如说那个 Jane Shaper，他在训练的时候，他就是640832，全部训练的图片都是640832，那我就会照着他的这个训练大小去设定我要算的图。等他跑一下，然后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设成训练大小。没有，我们要唱歌。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讲过，它训练的方式是一张图片加杂讯、加杂讯、加杂讯，然后加到全部杂讯，等于说慢慢的把这张图片的细节、轮廓、颜色那些东西去让它学习到嘛。反推的时候呢，就是杂讯扣出来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为什么我说要设成那个模型的训练大小？因为它所有的图片，这个模型它训练的所有的素材都是这个大小的情况下，那它在反推的时候，你用这个大小去反推，是不是它就会它就比较擅长这个大小？可以这样说，就是我用简单白话一点的方式讲说，它就是用这个大小去学的。那你叫它反推这个大小的图，它是不是会做的比较好？嗯，现在先讲一讲好了，反正现在也没有画面。
啊，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缓存吗？缓存怎么清啊？等一下，可是我好像前阵子才清过嘞。我们自己就是有提供给自训练模型的大小。如果你的基底是用那个 Stable Diffusion 1.5的话，应该这样说，本来 Stable Diffusion 1.5它就只能512乘512，它能吃的就是512乘512。然后2.1的话，它能吃的就是768乘768。然后有了哦，有什么灭？好，那我看着它的画面，让我看着它的画面来讲，呃，就是那个 Gene Shaper 那个地方啊，你选每一个模型，它都会跟你讲它的训练大小嘛。然后前面讲了那个，就是它训练的方式，就是因为它训练的方式，所以你用这个大小，它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小，不是说一定不会崩，但是它崩掉的可能性会比较低。然后你要开大，其实当然也没有问题，但是它崩掉的可能性就会变高而已。它崩掉的是怎么崩呢？就是因为对 AI 来说呢，你把它训练的这个大小，比如说这边6400832嘛，你把画布拉大，假设我拉到1024,768，对他来说，他并不会知道要去把他训练的内容放成1024,768，它是基于他训练的这个大小，然后剩下的部分，类似就是放开他的想象，另外再去算的类似像这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如果你一次把画面开的太过大，其实在基于它训练大小的一个 range 内，它其实都蛮稳定的。然后如果你开到太过大，比如说你已经开到了可能接近2000的大小，或者是你开到的是对，比如说我们开到底这个1538这样子嘛，你就会开始出现，比如说你要一个人，他给你两三个，你要一个人，但是他给你两三只手之类的这样的画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大过某个大小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会开始把他学到的东西全部一直去在画面上做重复的动作，因为他实际上终究你要理解一件事情，AI 它看不到画面，他不理解他生成出来的东西对人类来说合不合逻辑，但是其实对 AI 来说是有逻辑的，因为他尽量都把他认为应该要接在一起的地方接起来了。可是对人类来说，这个是不正确的。所以，如果你生成图片的时候，发现你的画面开始相当的不稳定的时候，我会比较建议你把它调回去它的训练大小。如果今天你用的是你自己的模型，你是512/512训练的话，你就把大小设回去512/512。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你在测试一些新的 prompt 的内容，也比较建议你就是回到它的训练大小去做测试，你会得到一个比较确实知道这个模型到底能不能反映出你的东西的结果，而不是在很多的错误中去看它，你就只能用感受的，好像懂，好像又不懂。这个东西就是我目前对画布大小设定的一个算心得吧，就是我会尽量跟着那个训练尺寸来走。那我们这边呢，目前最大尺寸的应该算是 Leonardo Diffusion 这个模型，它是1024乘1024的，所以它其实在各方面来说，它都是一个对 prompt 比较忠实呈现、相对稳定的模型。现在的话，其实Gene Shaper 6它也蛮它的那个忠实呈现的程度也蛮好的。对，然后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prompt 跟权重，也就是下面那个 guidance scale，就是你的 prompt 的权重的部分。基本权重大家应该都知道嘛，放越前面的越重。如果有新手在的话，稍微讲一下，
你的 prompt 写了一整串，放越前面的越重。我给你一个，你先随便丢上去一下好了。就是假设我这一串 prompt，我会把眼睛放在最前面，就是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越放越前面，因为你放在后面的它的权重就会比较低。对 AI 来说，那些字就比较不重要，它就有几率在剔除杂讯的时候就忽略这个内容。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影响它杂讯的手段嘛。所以 prompt 的它的基本权重就是越放前面越重。然后呢，现在还有多一个控制 prompt 权重的手段，但是那个需要 Alchemy，需要你是付费仔。所以这个的后面我们讲到 Alchemy 的时候再讲。那现在这个就是prompt 的基本权重放越前面越重。Leo 它在你是免费仔的情况下，它是不能使用括号，不能使用一些其他的符号来做增加权重的部分的。然后 guidance scale 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整体的权重，去告诉你说，应该说告诉 AI 说，我的 prompt 有多重要，你要不要完全照着我的方式来做，还是你可以有一点你自己的想法，类似这种感觉。然后之前其实也蛮多人有疑问的，为什么不能就是我们使用的平台不能直接公布一个完整的词典，让我直接去查，让我直接去查说哪一些词是可以用的，哪些词是有效的，哪些词是不能用的，为什么不能公布？以 Stable Diffusion 1.5为例，就是我们的所有模型它的基底那个 Stable Diffusion，呸，那个 Stable Diffusion 1.5，不好意思，我讲话快的时候会打结。它本身训练的时候，它的图库的数据来自一个叫 Lion 的应该说来自一个叫 Lion 的数据库，它的文本编码器叫做 Clip，它是来自 OpenAI。那在 Lion 的数据库里面呢，它是有58.5亿组图文成对的数据。实际上，这些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应该说，它基底模在训练的时候呢，它是图片要配文字的，因为你直接给一个图片，AI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所以他们训练的时候是把图片跟文字一起丢进去，告诉他说，比如说一只狗，然后给他一个狗的图片，告诉他这个东西长这样子的，叫做一只狗。所以它需要的是成对的训练资料。那它本身的图库数据1.5哦，还不是2.1，2.1又更大。我们先就讲1.5就好。1.5它本身训练图库的数据，它是58.5亿组。然后它的文本编码器，文本编码器是什么？文本编码器就基本上是来理解你的 prompt 的，它是在把你打进去的这些 prompt，实际上 AI 是看不懂的。它会再变成另外一个，它会把它排列，就是应该也不算是排列组合吧。它那个东西叫 text encoding，它会把它转换成一个机器可以看得懂的东西。那这个转换器就是文本编码器，它一样是它原本在训练的时候，它一样是文字配图片，因为它要去理解的是文字的意思，然后去告诉 AI 它应该要去找什么样的图形，它应该要生成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它也是文字配图片去训练的。那 Stable Diffusion 1.5它的文本编码器在训练的那个数据库里面，它是有4亿多的图文成对的数据。那你想一想，58.5亿再加4亿，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使用的并不是直接去使用1.5跟2.1嘛，我们使用的是比如说像 GenShaper 啊，然后像 RPG 啊，像那个 Deliberate 啊，跟那个 Leonardo Diffusion 啊，这些它是基于基底模在训练的。那你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一样会放进去？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一样会放进很多的图文资料嘛，一样会放进很多图片的资料，跟一些它的，比如说它的呃会产生反应的一些词啊、提示词或一些什么关键的分类什么东西的这样子，所以所有这一些的数据库的量，你不要说平台没有办法公布了，
甚至连任何一个模型的作者他都没有办法去公布，告诉你完整有效的 prompt 是什么，所以终究是需要去尝试的。而且基于这样的，就是你除了底模之外，你还有训练的，就是各个模型训练的过程嘛。所以呢，要明白一件事情，同一个 prompt，它在不同的模型里面，其实它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它不一定是一样的。去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好。假设如果你自己已经有稍微摸过Leo 的那个模型训练的人，你大概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就是假设这个模型它在呃训练女生的时候，还不一样。不好意思，我看讯息有点慢。假设他放进去的训练图片都是女孩子，然后都是短头发的女孩子，不是训练女装。他放进去的图片都是短头发的女孩子的时候，你不管你在 prompt 上面怎么去写长头发，它是出不来的。如果是能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在那个基底模里面，也许还是有长头发的数据，它也许有机会抽卡抽出来，但是它会很难出来。可是另外，我如果在训练一个我在训练的时候是有长发有短发的模型的时候，它对长发这个词跟短发这个词，它的反应就会比较好。基底模就是那个 Stable Diffusion 1.5跟 Stable Diffusion 2.5，基本上所有的模型都是基于这个东西慢慢的改上来的。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Leo 这边叫做 Fine Tune Model 嘛，就是最后的这个模型都是这样子改上来的。所以每一个模型，因为它训练的过程，它训练的时候放进去的资料不一样，所以你的 prompt 在每一个模型的权重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要先理解到，你才不会觉得说，我这个 prompt 在这个模型生成的很好，为什么我换一个模型就爆炸，或者是就出不了我想要的那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些效果。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它每个模型实际上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包含权重低的，比如说一样讲长短法的部分好了。如果我在一个它的训练资料长短法都有的模型里面，我可以不用把长法写的很前面，它就会出长法。我也许写在中段，或者是写在后段，写一个女生长头发，它都会出来。但是如果我在训练资料全部都是短法的模型里面，你把长法这个词写在中段跟后段，它可能是出不来的。那我要怎么样让它也许有可能会出来，加强它出来的可能性，就是把这个词拉到最前面。这就是这两个模型之间不同的地方。你在换模型的时候，你同一组词，你可以试着去调整它 prompt 前后的那个位置。当你发现你有一些你想要的特别关键的词的效果不见的时候，你就是开始把它往前拉。prompt 的位置，因为它没有语法的问题，所以其实你不用去在乎说我什么东西写它的语句有没有通顺，没有差，因为它终究要经过文本编码器去转成机器懂的语言。那机器懂的语言里面，其实你放前放后，它不在乎那个句子读起来通不通顺，你只要字没有把它切断就好了。你要去尝试一下。你在训练完之后，去看你对 prompt 的，它应该说你的模型，它对你下的指令，你同样的一排指令里面，你去改那个长短法，去看它的结果怎么样，它到底有没有去反映出来？那你给它的图片如果全是光头的话，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它反映长头发跟短头发的问题？因为终究它还是有一个基底模的东西嘛，而且 Leo 的模型我玩的比较少，但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嗯，它影响的幅度蛮小的。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画布大小跟 prompt 权重都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讲图生图。我传个图片给阿狗，等一下。不行，我的网页还是不会动，靠你了。你帮我把那个图片权重把它调到，我想一下，调0.8吧。
不是 prompt 的权重，下面那个 init strength 那个调到0.8，不是0.8，0.08，对不起，用讲的脑子不是很清楚对，0.08，然后就这个 prompt 你我想一下，你往上拉开，把它开那个640，你开6400832，然后调一张就好。我自己测东西，我习惯一张一张按，我不太会一次转很多。对，这样就可以。你帮我按一下 generate 看看。重启路由器的话，就是可能要等，可能会等比较久一点。嗯，大概就是像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图生图会拿来做这种功用。会回放吗？他们有录影啊。你其实这样看的话，多少你就2张图去看，多少你应该看得出来，它还是有跟着那个我丢进去的那张图，我丢进去的那张图的类似的构图，景是模糊的，东西在前面，然后光的有光，强光不是同一个角度，但是它有强光。我现在给你们看一张图，等我一下。就是呢，图生图它实际上是什么？它实际上是截断了那个 AI 它在最开始的那一段杂讯的过程。哇，我真的我觉得阿公会被我害死。来吧，你有办法，你把这个图片丢到那个浏览器上面，直接打开，它就会出现在画面上了。这个图是我之前在查那个解释图生图的资料的时候找到的一张，我觉得相当好理解的图了。左边这张是他丢进去的图，然后呢，他要去生成一个壁炉嘛，然后右边这两列就是你的那个我们下面调的那个 init strength 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图片权重的那个东西。当你把图片权重拉的越高的时候，它这个东西的设定啊，跟你现在画面上看那个字先不要看，字不要看，看图就好了。就是你把那个图片权重拉的越高的时候，你的那个剔除杂讯的步骤就会从越后面才开始，就是它会以你丢进去的东西去制作杂讯。然后你图片权重调的低的时候，图片权重调的低的时候，它的那个杂讯的率就比较高，所以它的变化就会比较，它的成品就会跟你丢进去的图的变化，差距比较大。但是你把权重调高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截断的杂讯就越多，所以它会从中间开始。假设说我调到0.5左右，它会从中间开始。那它的杂讯量没那么大的情况下，它最终的成品就会跟我的图越接近。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原理去理解，去做我刚刚那样子的事情，就是我丢进去的图跟我要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把权重调得很低，它会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底色的东西，然后它其实实际上还是会帮助呃我的图片成像。你帮我切回去那个生成的页面，然后把那个图生图的那个图砍掉，然后直接按一次生成。不好意思，麻烦你了。你先帮我按一次看看，就是在我没有基底图的情况下。
然后你看这两张，我刚刚丢的那张图是整体是一个蓝色调嘛？它会帮助我在，因为我如果我下的 prompt 里面，比如说我描述了很多红色，我描述了红色的头发、红色的眼睛，那它其实整个画，因为用久的人应该多少都会知道，如果有新人的话，跟你们讲一下，当你写红色的头发的时候，它不会只有头发是红色的，通常还会有别的东西变成是红色的。那比如说你在我写了2个红色，或者是写更多的红色的时候，它整体画面的色调都会比较偏向我写进去的那个感觉。然后有时候即便我写了其他颜色进去吧，它不会很好，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我只是需要一点点蓝色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加。我写蓝色，它可能会给我一半的颜色是蓝色，一半的颜色是红色。就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啦，但是它可能会有，就是它的色调，或者是它会有一些其他东西，像衣服什么的，我可能没有写。对，然后他读到了那个颜色之后，他会用在除了你指定的其他的地方。这个是他目前比较难以去控制，就是他不能只有红色的头发，他就只限在红色的头发这个地方。对，然后呢，如果我用那个图生图的方式，我就可以直接把我要的一些颜色或一些东西，直接不靠那个 prompt 就放进去。我用图片去干涉它杂讯生成结果，这就是干涉杂讯的其中一种方式。我就不用费尽心思去写，我到底要怎么样写字，它才能够理解。换一个东西给你们看，可能更方便理解一点。等一下哦，哦，好，等我一下，我先把这个关掉好了。3.2，然后4063。好，我先按一张出来试试看，看得出来它的色调都偏暖色，因为我写了一个红色嘛，然后它就衣服也红的，什么也红的，然后它的整体它的阴影也是偏暖色调的，就是整张图片的颜色是偏暖色调的。我放一个东西进去，权重调多少啊？我再调1吧。这样有看得出来吗？它的红色还是在的。哎，对，有一点。就我可以用这种，就是我图生图可以丢进去，直接去决定很多很多事情，包含它那个构图，包含它不单纯只是说，我追求的不单只是说我要画一张，可能我放了一张图片进去，我要画跟它很像的东西而已，而是我用它是，我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有目的性的在控制它杂讯生成跟杂讯剔除的手段。假设我换一个颜色好了，然后我把那个权重再调低一点。这张的权重我下的好像是1.8嘛，接近2。
这个时候，因为我整张是蓝色的，所以它其实比如说像皮肤有一些东西，它还是会被那个蓝色的地方吃掉，它整体就会整张偏蓝。可是如果我把权重调的再低一点，我这张才下0.09，不到一嘛，不到0.1嘛，它的那个肤色就会出来，但是我给它进去的那个红色的底还在，但是它的肤色就不会，它会把它剃的比较干净，它没有那么严重的被影响到。但如果我把权重拉的很高的情况下，它可能什么东西都不会出来。先说，因为你白色不明显啊，你看它拉太高，有时候它就会全部它所有的整个画面都被我那张绑住了，它剃不出东西来，会这样。但这个东西很好玩，建议你们有空也可以试一下。你只要搞出一张纯色的图就行了，白的啊，白的啊，我看一下我白的在哪里啊？我已经不记得我哪一张是白的嘞。可是我觉得白的超难用的啊。应该说，我现在对图生图的理解，通常不是拿来照着不见了，通常不是拿来照着那个图的画面上实际上的样子去考虑的。我通常是拿来当底色的，不见了，还是我拿错张？嗯，好像拿错张了，不好意思。对，拿错张了。我应该要把白色那张砍掉。爆炸喽！等一下哈。就我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压它的颜色压到一个程度，这个很好玩。你们只要搞一张满版的纯色图就可以用了，好用啊！这个白色就是浅色跟那个出不来了，浅色跟那个深色就是近黑色都蛮难控制的，它对那个东西的干扰好像比较强烈一点。我自己喜欢玩的是这张啊，就是这张蓝色的。然后我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刚刚那张爆的图嘛。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你在铺底色，把它当成一个干扰杂讯的方式来使用的时候，它的那个画布大小就相对会比较自由一点，因为通常我们一般理解图生图的话，我就尽量去设跟我丢进去，因为我要画的类似嘛，所以我会去设跟我丢进去的图片差不多的大小，或是一样的大小，或是同比例的大小。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底图来用的话，就没有所谓了。假设我换一个东西，我这个之前写一写，我其实都有点忘记我写的是什么了。哎，我下了0.3了，0.3还能出来吗？就是它是一个颜色，但是这个图片权重有点下太重了。调低一点之后呢，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去写景深，它就可以产生景深出来。
然后它本身我很喜欢用这张，是因为它本身的光照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它可以去影响到那个光照的部分。那我们来用一下 LD 看看好了，换另外一个图给你看一下。我有没有把这个图载下来？有。我一样是那个红头发的女生的这个 prompt，我的 prompt 写的就是一个红色的长马尾，然后穿了一个无袖的外套这样子的一个 prompt，然后我用这张来试试看。你不要开那么大好了。哎，我没有把这个关掉。它其实还是有的，有东西的。你看得出来它有一点关联吗？我觉得 Leonardo Diffusion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模型，它自己本身的风格很强烈，它可以吃掉很大部分你丢进去的东西，就是再把它压掉，把权重再调高一点。因为我其实写的是 close up，我没有写全身，但是因为我丢进去的这个图让他觉得景很远，跟加上我设的这个大小比较长一点点，设短一点可能。我甚至我应该没有写，对，我没有写背景，但是我看我丢进去的这样东西，它就有背景了。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玩的。对不起，有一点台湾国语啊，表示不是很标准啊。好，那这个就是大概我现在会拿图生图来做的东西。然后后面我们来讲一下，我讲了多久？我们是10点开始讲的，我现在讲了1个小时，太棒了！我有时间，我们后面来讲一下 ControlNet，换一个模型，这个不能开。Leo，它那个 Leonardo Diffusion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就是2.1的还是没有办法开 ControlNet。换一个模型，看一下。它现在 Control 内的话有3个可以选嘛？我们这边有3个可以选，一个是 Pose，一个是 Edge，一个是 Depth。它这个功能呢，基本上是源自于有一个插件，它就叫做 Control Net。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那我这边有先准备一下，就是这3个，我们 Leo 现在有的这3个种类的 Control Net，它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去参考你丢进去的图片的？它是可以说是3种参考方式嘛，名字其实已经蛮明显的啦，但是我会给你看一下，它在经过里面的城市跑过一遍所谓的预处理之后，因为实际上你丢进去这个，光靠这三个字面上的意思，机器是没有办法拿来用的。它其实是有一个预处理器，把你的图片在经过处理之后转换成就是针对这3种参考方式的一个图面讯息吧，可以这样说。要制造事故。那你们要把我网线搞崩啊？
换一个，换一个，等一下，拿错了，先从第一个开始讲好了。哎，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应该640832可以吧？这个是 pose 嘛，然后它基本上吃的就是动作，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吃的不是很好，但是大概有。如果我把它放大一点，看看，你会看得出来，它其实动作它是吃一个大概，但是有一些细节不见，就是比方说像我手指的部分都没有出来，它只有基本上可以算是手臂有照着这个方向走。那实际上它经过预处理之后长的是什么样？长得是这个样子。换一个视窗，等我一下。刚刚那张图啊，它经过预处理转换，它是长这个样子。你看到这个地方，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两个是眼睛。它判读出来的话，这个是眼睛，这边是耳朵，然后这个是头，这边是肩膀的。等于说，它其实没有一个完整的头型，它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大概东西在哪里。这个是鼻子，它应该怎么讲？它虽然长这样，但是它实际上吃进去也不会是完全，就是它给 AI 一个参考，但它不会，它还是有一些 AI 自己的调整空间，所以你每次在算的时候，它有时候知识不会很准确。然后虽然它这些点位这些它都分了颜色嘛，这些线它都分了颜色，每一段都有它代表的位置，比如说上臂、下臂，然后上身。这张的话是我刚刚那张图，只有到它没有算到腿，它等于说它这个只有上身。如果你今天是全身的图的话，它会再吃出下身来，它就是整个像火柴人一样都会画出来。但它给 AI 是一个参考，因为这张图上面，嗯，其实没有前后空间关系。如果你的，我有测试过，如果你的图像，它的比如说脚抱在胸前，然后它最后转换出来的那个骨架就会所有的线嘎在一起的时候，你出来的图基本上就不会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很难啦。它会 AI 会有点搞不清楚前后关系，所以它 post to image 这个东西呢，比较，你四肢都比较明显的开的姿势会比较准确一点。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四肢折叠的部分，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它可能不会很准确，以及它真的它会有一些微调的部分。对，这个是你丢进去的图之后转换，经过它里面的预处理转换后出来的结果，AI 是用这一张再去判读
它的那个生成的那个参考。我们把画面切回去那边，所以这样子有看得出来，我这张被读成刚刚那个东西，然后再变成这个动作。如果换一个，我写的再更简单一点，有这个东西去，它会去干涉它，在形成人形的时候，它在形成人形的时候，然后那些它要计算四肢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会跟着这个骨架去依附这个骨架去参考，你就可以省掉描写动作、姿势、手的位置的这一些字的 prompt。这有什么好处？因为我们最前面有讲到，prompt 它是越放前面越重嘛。然后基本上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只要写超过2行，超过了2行，开始到第3行的时候，那个第3行的那些字的权重就蛮低的，基本上就快没了，很容易就会不见的。那我用这些方式去控制的时候，我就可以尽量去减少我 prompt 在描述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把一些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往前推，它就不会不见？对，你基本上不太建议，虽然它不是说完全没有，还剩下一点，留在第3行以后的还剩下一点权重，但不太建议写超过2行。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超过2行后面写的要写什么，放一些它本身权重就很高的东西，或者是它比较不会受前后位置影响的那些词，比方说你可以写一些那种 masterpiece 啊，然后类似什么 best quality 啊、AK 啊，然后类似那些，它其实写在哪里，通常都还蛮有反应的东西，或者是有没有出现无所谓的东西，你就可以放在后面一点。然后这个就是你用那个 post image，然后你可以写的很简单，你基本上控制了什么？首先你控制了半身像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镜，因为你的骨架几乎只有吃到半身嘛，所以它就一定会是一个近景。然后你控制了动作，你剩下什么都不用管了。你这些都不用写的时候，我的 prompt 只有写这样，它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个你比较可控的画面，你头不会被切到，你也不会明明只想要近的人物，可是那个人物却超级远、超级小，都不会。哎，我这个算不算出问题了？我现在才发现哎、对不起，我很抱歉，我把它删掉了，我没有发现它出问题了，我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意识到它有一点，我很抱歉，我我很抱歉，我觉得我没有带有色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好不好？好，那我们试下一个，好不好？我们赶快忘掉刚刚那一段，我们来试下一个。这个是那个，下一个是那个 edge to image。那 edge 这个词就是边缘嘛，edge 这个词就是边缘嘛。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侦测你丢进去的图的边缘。那我看一下，呃，我先放，如果我没有这个东西，好大，等一下，它好大。
相当于背景，不是相当于背景，是呃那个边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线稿。嗨，小朋友，不是我，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啦。哟，出现了，这个是我现在这个 prompt，如果没有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大概长这个样子。我写的是鹿啦，但是我放进去的这个图是一只长了翅膀的猫。嗨，你很吵，谢谢。听得到吗？听得到我妹在大叫吗？他刚开门进来了。嗯，好，好，你很棒，你很棒，借过一下。好像开大一点好了，他好像乖乖的。它会侦测到我这张图的线，就是嗯，它会尽量去抓出清晰的边缘线，然后再依据这个边缘线去产生你要的图片。你有没有看？我2张，它基本上都跟着那个边缘，那个猫咪头还在这里，但是我又要它画一只鹿，所以它就尽量在抓出了这个猫咪的边缘的同时，帮我画了一只鹿。你要说什么？哦，对的。然后它一样是因为经过一个预处理器嘛，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预处理完长什么样子。等一下哦，我直接用切的好了，你不要吵，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就是刚刚那张图，它预处理完的样子。AI 用的其实是这个东西，它的 age 吃到的是这个，吃出来是这样的画面，然后它用这样的画面继续去做接下来的。然后这边看得到我刚刚那张图，看一下。如果你看这一张的话，它后面的背景有一些部分是比较模糊的嘛，它会尽量，它在预处理的时候，它会尽量去抓出比较明显的，它可以判读出来的边线，但是一些比较模糊的地方，它可能就不会算，就是不会吃的这么准，就会消失在它那个 H 抓出来的边线里面。你注意看一下它现在这张图，就是天空的部分，上面这边不是糊糊的吗？所以它后面吃出来的那个这个东西，它处理完了这个东西，天空那边基本上就是没有吃到，但是很清晰的东西它会吃起来。好的，拜拜，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我后面还会再算2个，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前面那张图的，我先转成了黑白稿之后，然后再拿去 Edge 里面去去处理出来吃到的东西，这个就很有趣了，因为我我算这张的时候用的是一个黑白线稿，
所以它转出来的东西全部变成框。它把那个黑线全部框起来了。看一下这张图的那个，我是用这张去转的。这就是刚刚那个名字我不会念的家伙说的白底要小心的部分。跟你其实 Edge 它不太适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稿子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把它做一个负片，就是嗯黑白颠倒。嗯，好，你可以就是出去，然后顺便把门关起来嘛，就是把黑白反过来。应该不能说负片，算负片吗？反正就是你把，因为这种线稿就是吃出来会像我刚刚给你们看那样，它会把黑色的线的部分，就是你一条线，它会吃成一个框。我再切回去，它会像这样子，它会把你的线吃成一个框，然后这个框实际上是会留在，如果你使用你就是用 H2Image 去算图的话，它会留在画面上的，它是会留在画面上的。其实OpenPose 它不是 OpenPose，ControlNet 它本身有十几个模型，然后 Leo 只有3种嘛，然后它这三种里面又有好几种不一样的，它每一个都有好几种不一样的处理器，处理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试了很久，我大概有抓到，就是 Leo 基本上它里面预处理的长相应该会是长这样子的。就我每一个预处理我都算起来看了一下，然后跟 Leo 这边跑出来的结果核对了一下。对，那还有一个，我还做了一个是这个，前面两个前面两个我做的时候都是属于那种形状比较明显的嘛，像这个你即便变成被它预处理完，还是猫跟翅膀都很明显嘛。然后这个就是人像还是偏明显嘛。这张啥都已经看不出来是个啥了，但它能用啊，它还是能用，而且你也可以，呃，这种比较属于写跟原本的画面完全跟你画面内容完全没关系的，它比较适合写跟这些画面完全没关系的东西，然后让它去在这些线稿里面去想，去让 AI 去想它该怎么塞。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3张图，我们来测试一下，跑一下一些我准备好的东西，看一看。等一下哦，切回去哦。没看出来是什么，等一下你就知道。我把图丢上去你就知道了，也许你也不知道，没关系。啊，这个猫头鹰看过了吗？换一个，就有很多东西，你只要跑过，你自己跑过，大概就会有感觉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看起来不错吧？但是你仔细看，它的那个线稿框起来的，其实是有留在画面上的，像那个眼睛啊，那个睫毛，我丢进去的图有出来吗？你有看到？我丢进去的那个图，它的睫毛被框成一线一线的。换一个词看看，
而且我的 prompt 里面写的是男生，但是因为他这个有那个线稿的关系，他会他的那个型还是会维持那个型，只是他会尽量在这个范围内帮我把人物变成男的。好亮啊！你有看到吗？他那个底背景的地方线稿还留着，而且他的线稿是被2条比较浅的那个线框出来的那种线稿，就是他预处理完的东西，Edge 的话，它会基本上完整的留在画面上，所以你在放图进去，然后选择 Edge to Image 这个东西来做干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直接的，就是类似一个线稿，就是卡在画面上这样。像你看那个右上角的这一坨，它还在这边，它也还在，它基本上消不掉，不管你怎么写，它消不掉，它会在这个线稿有限的范围内，AI 会想办法，但是这个线稿还是留着。那我们换一张，换那个刚刚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抓出来这个侧脸的，怎么感觉好像挺正的，但实际上我那个一样，我那整张图的线稿都还在。它是从这个的那它播出来的那个线稿里面想办法把我上面写的东西塞进去了。其实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出来的东西都歪七扭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突然给我出这么正的一个，我有点一下子讲不出话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出的明明都很丑，我有点难过，他有点背叛我，今天所有东西都在背叛我。没有，他背叛我，我不 happy。虽然这张还蛮好看的。好，那最后一个就是 depth 嘛，它是 depth 其实是深度的意思，它吃的是画面的深度，其实不是边缘，它跟 edge 差距蛮大的哦。我先一样，我们先跑一遍没有 control 内的那个的 prompt，看一下，我看一下我设多少。嗯，64083832呢？啊，深度，我等一下会给你看预处理的图，你就会理解我说的深度是什么意思了。好丑，也不是好丑啦，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啊？好对称哦，意外的好对称哦。好，那我丢这张进去，看一下。我没有 Ctrl 那时候跑出来长这样哈。呃，如基本上啊，基本上你如果 Ctrl 内，你有，我会建议啦，pose 的话，尽量你丢进去的图的大小不要跟你丢进去的图差太多，它可能会有一些奇怪的变形。
然后再来是那个 age 跟 depth 的话，你要先确定你接下来要算的东西，你的 prompt 写的内容跟你这张图的之间的关系。如果画面拉伸，它还能出你想要的结果，那就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画布随意的去调整。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尽量照着你丢进去的图去做那个参考的话，这边就不太建议你把画布去调整，尽量你丢进去它吃多大就多大，或者是同样等比例的去调整，它才不会爆炸。Image to image 也一样，就是如果你在图生图，你是真的希望它照着你丢进去的图去那个东西去画的话，你就尽量不要把那个画布尺寸，这样说好像有点复杂，就是你的画布尺寸要设的跟你丢进去的图一样。可是如果你像我刚刚那样，我图生图刚刚是把丢进去的图当做一个垫底，当一个底色来用，我没有要照它那个画面，它就是一个底色的话，你的画布在设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设，就是取决于你使用这张图片的目的是什么，来决定你要怎么样去调整那个画布大小。对，就你要有意识，你在调整画布的时候，你要有意识你在做什么，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吗？它是它其实看起来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跟 Edge 很类似，它就是框了一个固定的边，但其实实际上不是的。换我看一下我的预处理跑到哪去了。来，我们看一下它预处理完的样子，是这个样子。刚刚那张图，它吃完之后，它吃的是整张画面的深度结构，它会帮你把那个景深，它去抓出景深来，什么东西在前，什么东西在后，应该这样说，它是在判读前后关系的。有一些前后关系，你光用人眼去判断，你一下子可能会判断不太出来。但是因为它的预处理器一样是机器去做计算的嘛，所以它总能找到办法去压出那个东西来。像我再回去那个原图，原图是这样，然后你看着这个东西，然后你再看它算出来的结果，大概就可以理解这个东西，这个那个 depth image 它是怎么样去吃画面的资讯的，有点类似，你可以用等高线去想，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它在决定什么东西在前面，什么东西在后面，什么东西比较高，什么东西比较低，什么东西比较近，什么东西比较远，大概类似像这种感觉。那这是第一章的吧，然后我后面还有一张，等一下，我后面还有一张，这个这是我另外等一下要算的另外一张图，它的深度图吃起来是这样，因为利友那边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预处理的结果，所以你光是看着 Control 内这三个模型的，应该说Control 内三种方式的名字，你对它的运作方式可能会有点抽象。所以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你可以比较具象的感受到它实际上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们回去算一下，同样这个prompt，然后用那个图，用这个图的话，其实这张图这样看起来，你会觉得说，整个背景都是白的，然后一下子你会觉得说，好像深度也不是很深，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到深度，想的是会是那种景深非常非常明显的画面。可是其实这样子的东西，AI 还是有办法吃出来，就是呃一层一层的物件的前后位置。大小我就不改了，拜托不要是奇怪的东西。嗯，还好不是奇怪的东西。它是基于景深的深度，整个画面的深度，然后再去填充你要求的，你要求就是你 prompt 上面指定你要求的这些内容。所以它跟 Edge 不太一样的是，它会多一些像是这种东西，它会去做填充嘛，然后它也没有留下很明显的那种边缘感，它会想办法去合理化这些内容。对 AI 来说，这些东西是合理的。然后有一些东西会被留下来，比如说一些奇怪的尾巴，因为它这边有2条这个嘛，然后它就会算出这边有2个东西，然后它就会就是还是会出现。有 control 内在前面我们算那个 age 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它的有一些东西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身形会保留着。基本上 age 跟 depth 这2个呢，形都会很稳定。你不管算几次，你怎么样去改，因为它是框架式的，它的形会相对稳定，稳定维持在那个地方。像这张，如果我再继续算，它的形还是会是保留是一样的。pose 就比较不稳定一点，但它大体还是会是一样的肢体动作。有没有？这个跟这个，它整个画面的深度跟构图结构都基本上都是一样，你就可以一直，你只要留几张没有什么问题的，你就可以一直这样去算。然后呢，还有一个点是，比如说我这张整个手也没多，手脚也没多，头也没多，然后它又比较大张一点，那我想用这个东西去算得更大张，我就可以直接开大张一点，它就不会像前面我们说，你直接把画布开太大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东西，因为你用 Ctrl 内，它已经把它固定了，而且是蛮固定的，它就比较不容易出乱子。就我这张已经拉到1536832嘛，大概就是像这样。然后即使我缩小一点好了，哎，比例跑掉了，突然想起来，应该会扁掉。嗯，扁掉了。
这好像是640，就它会维持在那个，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图像那个什么东西啊，画布大小要小心一点，就是它会很坚持的维持在那个东西上面，然后它就会变扁。大概就这样，没了，讲完了。我用法现在大概就是这样，一定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的东西，都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概念，就是影响的是结果，但是你干涉的是杂讯，你想要影响的是生成的结果，但是你干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干涉杂讯。对，有这个对我来说，目前有这个概念之后，帮助蛮大的。我在测试一些东西的时候比较快，你会比较快开始知道说你的你做的事有没有成效，你的 prompt 有没有成效，然后跟我今天如果迫切的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颜色的时候，我除了用 prompt 去狂抽卡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它？跟如果我今天 prompt 已经写不下了，我或者是我写了一个动作，它始终没有出来，我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其实光是动作这一点，你可以用直接想到的是用 pose 嘛，用 pose 的 image。其实你用这个 depth 或者是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用 edge 啦，因为它那个线会留下来，我有时候觉得怪怪的。但你像你用 depth image，我也没写动作啊，它就会有这个动作，大概就这样。那呃，后面你们有问题吗？我其实刚刚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看，所以我没有要唱歌，我没有要唱歌，我也没有要穿女装。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了。诶，下次我没有要啊，我说了什么？不是，等一下，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等一下，我刚刚看了个东西，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我好像莫名其妙被阴了，所以你们到底都没有问题哦，都 OK 哦，今天都听得懂哦，我尽量讲话讲很慢的，哇，我居然真的快讲到12点了，天哪！你不要真的来给我问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可能要把，对，我忘记我还有 alchemy，哈哈，我测几个，我有准备，你们先想一下，你们可不可以问一点正经的问题，然后我顺便放几个啊。对了，我今天发现它更新后，alchemy 现在可以吃图生图了，它现在可以吃图生图跟 control 内好像。这个蛮好玩的，你们有付费的人可以去玩一下。
对，因为 Alchemy 目前是只有付费仔可以的。它 它 Alchemy 它虽然那个 Leonardo Diffusion 可以开，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效果吧，还不如它原本自己生的东西。因为它在2.1，因为 LD 这个模型它是 base 在那个 Stable Diffusion 2.1嘛，然后 Alchemy 的功能呢，它在2.1的成效比较不彰一点。如果你们有人之前有看我之前做那个 Alchemy 测试的影片的话，我后面有测过，就是 LD 它对 Alchemy 的反应不是特别好。没关系，大家总有付钱的那一天的，没事没事。成效不彰，成效不彰，彰显的彰。然后我们试那个好了，是那个另外一个。改天应该说，可能下次我们再好好的讲一下那个 alchemy 的部分啊。因为我有准备几个 prompt，跑一下看一下。呃，没有办法，那个谁，大业王阳，应该说，你要先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是，哦，脚好多。最基础的概念是 AI 听不懂你在讲什么。AI 是我前面有说嘛，你打进去的 prompt，它是经过一个 text encoder，就是文字编码器编程，然后再转换成 AI 看得懂的东西。所以呢，你跟他用讲话的方式，应该这样说，你讲什么东西 AI 听不听得懂呢？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文字编码器。那你要知道文字编码器是怎么训练的。现在像 Clip 是比较早期一点的嘛，Clip 它的训练方式呢都是比较单词片语类型的，所以你跟他用叙述性的句子去讲，他是没有办法理解整句话的意思的。跟你跟他说那个东西，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你跟他说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他其实是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差别的。目前的 text encode 没有办法啊，未来也许有更接近自然语言方式训练的编码器的时候，你就可以，也许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没办法。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漏了不少东西。感谢那个，我不会念你的名字诶，完蛋了。哇，我真不会念。今天在帮忙翻译的大哥，感谢。哦，那个念 C 罗瓦吗？我一直在想，那个 I 跟 L 到底要不要念在一起？完了，我以为我可以来得及看你们问的问题，结果其实你们都在冷消微，所以我有点逛不过来。他们没问题吗？好的，太棒了。我不想唱歌，我不想唱歌，我唱歌不能听，你们耳朵会瞎掉。
我说真的啦，如果有能力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一下付费，好用。感谢各位，嗯感谢大家，好辛苦你们呀。辛苦了，辛苦了，拜拜。